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。曼谷的公共交通在东南亚大城市来说，应该算是比较发达的了。主要有曼谷轻轨，也就是天铁、曼谷地铁、机场快线和无数条公交车线路，当然还有迷人的突突车和摩托车。这个咱们以后再细聊。曼谷除了以上这些普通的公共交通之外，还有一种特有的公共交通系统。这一期咱们要聊的就是曼谷特有的公共交通系统——曼谷公交船。通常人们都以为只在意大利威尼斯有公交船、出租船，其实曼谷市区因为有湄南河穿过，同时又拥有大大小小的数条运河，因而曼谷也被称为东方威尼斯。通常有河流或者水道的城市，也都是仅以旅游观光为主，运用一些游船。但曼谷水道上的这些船确实就是水上的公交车。据说公交船是曼谷最早的公共交通系统。曼谷在运河上运营的公交船大多跟公交车一样，不同的班次有不同的线路，而且都有固定的站点，主要方便于通勤为主的上班族。船身通常不大，班次紧凑，船行效率高。那对于游客来说，想深入体验曼谷，欣赏游览湄南河两岸的风光景点，乘坐湄南河公交船则是最经济便捷的方式。当然，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不堵船。曼谷的公交船可分为好几类，其中最快捷的就是摆渡船，通常是往返于湄南河两岸的轮渡，船程大约是5分钟的时间，票价一般只有5泰铢。比如我们从卧佛寺去往郑王庙，就是坐的从萨田码头到河对岸郑王庙码头的这一类摆渡船。像这样短程的还有一类是免费接驳船。我们从暹罗天地去往摩天轮的时候，就需要在沙墩码头换乘这样的免费接驳船。同时在湄南河边的高档酒店也有这样的免费接驳船接送客人。另外还有一类长尾船是出租给游客使用的，一般个人游玩的话很少接触到这样的船。曼谷的水上交通除了刚才提到的摆渡船、免费接驳船和长尾船之外，在湄南河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公交船了。曼谷的公交船依据船上挂的旗帜颜色的不同，可分为橙色、绿色、黄色、蓝色等不同的类型。除了蓝色是旅游观光专线，其他都是快线。其中黄旗最快，周一至周五运行，停的码头最少。橙旗每天运行，会停经所有码头。绿旗主要是上班族乘坐，周一至周五运行。蓝旗则是旅游船，每天运行，价格比其他颜色稍高一点，大约40泰铢每人。此外还有一种不挂旗的船，周一到周五运行，每个码头都停，也被称为本地船。我们从郑王庙去往暹罗天地，以及从暹罗天地去往摩天轮，都是乘坐的公交船。
但具体是哪种旗帜颜色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在码头买票就能上船。一会儿你看看地图，这个启动以后。是这儿吗？是吧？再下一个弯儿吧。这个码头不属于这儿了，应该是前面那个船的停这儿吧。排队买船票的时候，只要打开手机地图，指给售票的工作人员去哪儿就可以。检票的时候，工作人员看到船票也会指给你上船的方向。不管人家说的是泰语还是英语，只要有手机地图，基本上买票上船都可以沟通无障碍。一般游客比较多的码头，售票口的地图上各个站点都有中文名称，站点也都用 N 加数字来简化标识，所以购买船票乘坐公交船还是很方便的。发源于太北山地的湄南河，穿过曼谷直到暹罗湾，全长1352公里，是泰国最大的河流。湄南河按音译应为昭披耶河，通常中文俗称为湄南河。湄南的表面意思是河流之母，后进一步引申为大河。昭披耶是泰国封建时代萨克迪纳治下最高等级的爵位，相当于公爵。因为这是泰国河流中水量最大、长度最长的河流，因而得名昭披耶河。曼谷的公交船也被称为昭披耶河公交船。坐在船上，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都能欣赏到湄南河两岸的风光。只不过白天晚上会是完全两个世界。曼谷也号称是10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，但能见到的高楼大厦却屈指可数。记得在天津之眼附近坐游船，以及在兰州黄河上游船的时候，河岸上的高楼大厦此起彼伏。按说河边是观景最佳的位置，虽然曼谷最高档的几家大酒店都在湄南河边，可也仅仅就那么几座高楼。放眼望去，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房屋，像村庄，像小镇，像城乡结合部。其实在曼谷城市里也是这种感觉。原来曼谷的城市中的土地都是私人财产，所以房屋风格会非常的多样化，而且跨越的年代也会非常的悬殊，基本上只在商业区才会有一种所谓的现代化的感觉。
夜晚漂游在湄南河上，只能看到两岸的灯光，所有的细节都变成了黑暗。从摩天轮到暹罗天地这一段河道上，夜晚最亮眼的则是大型的观光游轮了。这就是曼谷湄南河上著名的游船自助餐。曼谷湄南河上的游船自助餐一直是曼谷湄南河夜景观光的招牌项目。比较有名的游船大致是公主号、大珍珠号、番红花号、白兰花号以及阿兰卡晚餐游轮等等。小朋友们一开始也想找个游轮吃自助呢，后来看了看价格，合着一人200块人民币，确实对于他们来说不太适合呀。而且从看夜景游河来说，现在我们所坐的免费的接驳船，观景也是挺不错的。湄南河面相对比较平静，坐在船上都很平稳。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坐船，今天就坐了好几趟了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，曼谷的公交船基本上都是没有救生衣提供的，不像国内公园里登船也得穿救生衣。今天是在曼谷游玩的第1天，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10点半。小朋友们说，今天打车、坐船、坐天铁，在曼谷玩了一整天，明天还有一整天的计划呢。明天要试试坐一坐曼谷的地铁和公交车，要逛一逛曼谷的大学、公园和唐人街。那明天在曼谷的第2天又会遇到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呢？咱们下期继续吧。同一个旅程，不同的主张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记得关注三叔，我们不见不散。